最近的影视圈可以说被一个名字彻底杀平了——肖战。随着第31届白玉兰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，肖战凭借《藏海传》成功入围最佳男主角。消息一出，不仅社交平台迅速沸腾，就连许多平时并不关注电视剧奖项的观众也开始加入讨论。有人激动地表示，这是古装剧演员终于迎来翻身之战；也有人认为，这次提名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肖战个人的荣誉。为什么一个提名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关注？答案或许藏在过去10多年的行业变化之中。长期以来，在主流电视剧奖项的竞争格局里，现实主义题材始终占据着天然优势。无论是都市剧、年代剧还是现实题材作品，都更容易获得专业评审的认可。而古装剧虽然拥有庞大的观众基础和惊人的市场号召力，却常常被贴上娱乐性大于艺术性的标签。久而久之，很多观众甚至形成了一种固定印象：古装剧再火，也很难在权威奖项中占据重要位置。因此，当肖战以《藏海传》入围白玉兰最佳男主角时，很多人才会用破局来形容这次事件。事实上，关于13年古装剧魔咒的说法，网络上一直存在不同声音。有人指出，这样的表述并不完全准确，因为过去几年也曾出现过古装题材演员获得提名的情况。但如果从整体趋势来看，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，过去10多年里，古装剧男演员进入主流奖项核心竞争圈的机会确实非常有限。这一次《藏海传》的出现，让整个行业重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古装剧真的不具备获得专业认可的价值吗？很多人在观看《藏海传》之前，或许以为这只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古装权谋剧，然而真正追完之后，才发现它试图完成的远不止讲述一个故事那么简单。剧中大量传统文化元素被自然融入叙事之中，从建筑设计到服饰细节，从传统礼仪到非遗文化展示，都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视觉堆砌层面，而是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人物之间的权力博弈，更是一个具有文化厚度的古代世界。这种处理方式也让《藏海传》获得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可，因为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，从来不是生硬的讲解，而是让观众在故事之中自然感受到文化魅力，而这恰恰是《藏海传》最成功的地方之一。与此同时，肖战在剧中的表现也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。回顾肖战过去几年的演艺经历，会发现他的成长轨迹非常具有代表性。早期的他更多被定义为流量明星，无论作品成绩如何，外界讨论的重点往往集中在粉丝数量、商业价值和网络热度上。这也导致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：演员最终能够走多远，仍然要靠作品说话。在《藏海传》中，观众能够明显感受到肖战表演方式的变化。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提高情绪爆发力，也不是刻意追求戏剧化表达，而是更加注重角色内部逻辑的建立。人物为什么这样说话？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？每一次情绪变化背后是否有充分动机？这些问题都需要演员通过细节去完成。很多观众提到，在观看过程中最打动自己的，并不是那些高光时刻，而是角色沉默时的状态。一个眼神，一个停顿，甚至一次微弱的呼吸变化，都能够传递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。对于演员而言，这种表演其实远比大哭大喊更加困难，因为它考验的不仅是技巧，更是对角色的理解深度。正因如此，不少业内人士开始重新评价肖战，他们关注的不再是他的流量数据，而是他的角色塑造能力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观众审美升级的一种体现。过去几年，中国影视市场经历了快速变化，观众越来越成熟，对演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
单纯依靠人气已经无法长期获得认可，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演员必须持续拿出有说服力的作品，而《藏海传》的成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藏海传》引发热议的原因还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。随着作品在海外多个平台上线，越来越多海外观众开始接触这部剧。许多人原本是抱着了解中国古装剧的心态观看，最终却被剧情和文化表达所吸引。这说明一个重要问题：优秀的文化内容其实拥有跨越语言和地域的能力。当故事足够精彩，人物足够真实，文化表达足够自然时，即便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观众也能够产生情感共鸣。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不断探索的重要方向。如何讲好中国故事？如何让世界理解中国文化？答案或许并不复杂，不是刻意输出概念，而是通过好作品完成交流。《藏海传》能够获得海外关注，本质上正是因为它首先是一部好看的电视剧，然后才是一部承载文化价值的作品。相比生硬传播，这种方式显然更加有效。回到白玉兰奖本身，其实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这次提名都已经产生了重要意义，因为它向行业释放出一个信号：题材不应该成为评价作品的唯一标准。现实主义作品值得认可，古装题材同样可以创造优秀作品。关键不在于故事发生在哪个时代，而在于创作者是否真正用心讲述故事。对于整个行业而言，这或许比奖项归属更加重要。因为当评价体系开始更加关注作品质量而非题材类型时，创作者才能拥有更大的创新空间，观众也能够看到更多丰富多元的内容。而对于肖战来说，这次提名或许更像是一个新的起点。从流量偶像到演员，从备受争议到逐渐获得专业认可，他用了10多年时间完成转变。这条路并不轻松，期间经历过质疑、争议，也经历过高峰与低谷。但如今看来，这些经历反而成为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或许正因为走过这些阶段，他才能在角色中呈现出更多层次感和真实感。当然，提名只是阶段性的认可，未来能否持续带来优秀作品，仍然是所有演员必须面对的考验。不过，至少从目前来看，肖战已经用《藏海传》证明了一件事：演员真正的价值，最终还是要回归作品本身。而《藏海传》所引发的讨论，也早已超越了一部电视剧的范围。它让人们重新审视古装剧的艺术价值，重新思考流量与实力的关系，也重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在影视表达中的可能性。或许多年之后回头再看，这次白玉兰提名最值得记住的，并不是谁获得了奖项，而是它让更多人意识到，真正优秀的作品从来不会被题材限制，真正有力量的表演也终将被看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认为肖战凭借《藏海传》获得白玉兰最佳男主角提名是实力使然，还是古装剧迎来新机遇的象征？如果最终获奖，你觉得会对整个古装剧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一起参与讨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影视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